中国医保又给大伙整了个大活，进口医药器材要全面退出医保了。这个消息一出来，整个医疗圈都炸锅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以后中国老百姓看病能用的就只剩下那些便宜到离谱的国产仿制药了。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啊，2024年12月的第10批集采结果出来了，这次可真是创造了历史啊！平均降价幅度超过 70%， 有50多个产品降价超过 90%。 听着是不是挺高兴的？价格是便宜了，但是质量呢？大家来看看这降价到什么程度了。一片阿司匹林只要3分钱，一支硫酸特布他林注射液才卖8毛9。我问你们啊，现在一瓶矿泉水都要2块钱，一支500毫升的注射液才卖1块6毛3，这质量能保证吗？更有意思的是啊，这次集采里头一个进口原研药都没选上。是啊，人家跨国药企哪家愿意跟这种价格死磕呀？你看看辉瑞、拜耳、默沙东这些大牌药企，现在都在往外撤了。这些可都是中国人以前信得过的进口药啊。其实啊，中国现在17万个药品批文里面，95%以上都是仿制药，4000多家制药企业，90%都在搞仿制药。你说这么多仿制药，质量能保证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最近上海两会上可是闹出了大新闻，20位医生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直接就把实话说出来了，血压药吃了血压不降，麻药打了病人不睡，泻药吃了肚子不泻。这还得了，这可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命啊！我再给大家爆个猛料，华北某3甲医院的麻醉医师反映说，现在做手术打3、4支麻药才能让病人睡着，以前1支就够了。有的县级医院今年就出现过2例病人手术中醒过来的事故。大家想想，躺在手术台上突然醒过来，这得多吓人啊！而且现在很多关键的进口药都买不到了，比如美国辉瑞的阿奇霉素，以前在中国市场占比 93%， 疗效好，副作用小，现在公立医院基本上绝迹了。治儿童多动症的泽斯达，德国的儿童止咳药木舒坦，这些都在跟中国人说拜拜。你们说这是闹的，连打疫苗都成问题了。前阵子有家长想给孩子打第2针默沙东甲肝疫苗，结果到处断货，这可是关系到孩子健康的大事啊！我知道有人要说了，现在不是有一致性评价吗？国产仿制药不是都要跟原研药质量一致吗？且慢，我给大家算个账。按规定，仿制药在生物利用度上允许有 20% 的偏差，也就是说，第一家仿制药厂仿原研药，效果就只剩 80%， 第二家仿第一家的效果就只有 64% 了。这不就成了以次充好的连环套吗？有意思的是啊，虽然国家医保局说检查了8000多次，质量都合格，但是大家想啊，这种检查能不能真实反映临床使用效果呢？上海医生们提的建议说得好，要建立统一的反馈平台，要收集临床医生对药品使用的实际效果。说到医疗待遇不平等这个问题啊，我还得给大家爆个猛料。你们知道现在公立医院里的情况有多糟糕吗？我给大家再算个账。现在医院里啊，形成了3个等级的就医群体。第一等是什么人？是那些有特供医疗的权贵，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药品集采不集采的问题，因为他们压根就不在这个系统里。第二等是什么人？是那些有钱的人。虽然公立医院没有进口药了，但是人家可以去高端私立医院啊。这不，现在北上广深的私立医院生意可好了。你看看最近这些私立医院的营收报表，那叫一个蒸蒸日上啊。那第3等是谁？就是中国这些普通老百姓了。他们只能在公立医院排队，用那些便宜到可怕的仿制药。
一片药就3分钱，你说这能有多少药效？一位3甲医院的肿瘤科主任透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胃癌病人以前用进口靶向药，效果特别好。现在这些进口药都退出医保了，病人只能换国产仿制药。结果你猜怎么着？副作用大了不说，效果还不明显。更可怕的是啊，现在很多医生都在私下里当起了药贩子。为什么？因为很多患者实在受不了国产药的折磨，就托关系找医生帮忙弄进口药。这不，一个地下药品黑市就这么形成了。我问过一位资深的肿瘤科医生，他说现在科室里的情况是这样的，早上门诊开国产药，下午私下里给病人推荐进口药。你说这算什么事啊？这不是逼着医生违法吗？我再给大家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2023年，中国4大进口抗癌药企的市场份额从 60% 直接跌到了 30% 以下。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那些动辄降价 90% 的国产仿制药。就这还有人说这是为了老百姓省钱？我问你，命都没了，省这个钱有什么用？更让人气愤的是，现在很多关键的手术器械也都用不上了。以前做心脏支架手术用的都是波士顿科技、美敦力这些国际大厂的产品，现在呢，全换成了国产的。一位心外科医生透露，他说这些国产支架的通畅率比进口的差了至少 20%。我知道有人要说了，现在不是说国产医疗器械也很厉害了吗？且慢，我给你讲个内幕。现在国内很多医院的手术室里，进口的手术器械都快见底了。有的医生为了给重要病人保留这些进口器械，平时手术都不敢用。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本来医疗资源就紧张，现在医生还得精打细算，琢磨着给谁用进口器械，给谁用国产的。这不是变相的制造医患矛盾吗？还有更离谱的，现在有些地方的3甲医院连最基本的进口可吸收缝合线都快没有了。要知道，这可是直接关系到手术质量的东西啊。一位外科医生跟我说，用国产缝合线的时候，他的手都是抖的，就怕线断了。所以啊，现在这个医疗系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赤裸裸的369等。你有钱有权，那就是人上人；你要是普通老百姓，那就只能认命了。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解决，现在又多了个看病怕。你说说，这还让老百姓怎么活？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政府非要这么做呢？我给大家捋一捋这里面的逻辑。表面上看，政府说这是为了压缩医保支出，为了让老百姓看病更便宜。但实际上呢，我给大家算个更大的账。2023年，中国医保基金的结余已经不到2万亿了，而且每年都在减少。为什么？一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加剧，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二是因为这几年新冠疫情把医保基金给掏空了，现在政府哪还有钱给你报销进口药啊？但是你再看看，2023年中国的军费开支是 1.6 万亿，今年又在搞什么大国重器，要建第4艘航母了。我问你们啊，是老百姓的命重要，还是这些面子工程重要？再说说这个医保局，2024年初，他们公布了一组数据，说1327个集采中选的国产仿制药里，只有2个产品被通报存在质量风险。但他们不说这些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们来看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怎么说：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抗生素过敏，这些问题算不算质量风险？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医保局说欢迎医生们当质量问题的吹哨人。我问问你们，现在哪个医生敢吹这个哨？人家郑明华主任好不容易在上海两会上提了这么一嘴，就已经够勇敢的了。我再给大家爆个猛料，
现在很多药厂为了中标，报价低得离谱。阿司匹林3分钱一片，生产企业说成本只有1分钱。那我问你，这1分钱里面包括了原料药成本、人工成本、设备折旧、质量控制成本吗？一个正经做药的企业能把成本降到这么低？而且你们知道吗？现在很多中标药企的研发人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有个研发人员在网上诉苦说，他们为了通过一致性评价，苦干了好几年。现在倒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第一个就要砍研发人员的工资和福利。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的疫苗事件。当时也是一群药企为了压低成本，生产出了问题疫苗。现在这些仿制药会不会重蹈覆辙？更可怕的是，现在连医生都不相信这些集采药的质量了。一位基层医院的医生透露，现在他们连最基本的麻醉药都不敢用国产的，就怕出事。你说这不是把医生往绝路上逼吗？所以说，这哪是什么医改啊？这分明是拿老百姓的命来省钱。让我想起一句话：改革开放前，官老爷们让老百姓吃观音土，现在呢，让老百姓用垃圾药。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底层人民的命不值钱。你看那些官老爷们，谁用这些3分钱一片的药？人家都是特供药、进口药。你们说说，这个国家还要不要点良心？让普通人的父母、孩子都用这些廉价的仿制药，就为了省那点医保钱，值得吗？更可笑的是，省下来的钱都拿去造军舰、援助非洲了。所以我说，现在的医改啊，就是在走回头路，不仅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大的医疗不公。底层人民的命就真的那么不值钱吗？